现在的话，我平均一天玩18小时，一周的话几乎全天都在玩。一天玩18个小时， Yeah. 那什么时候睡觉啊？玩完18个小时就睡觉，睡起来继续玩。是一边玩一边吃吗？还是就是是？OK， 好。好，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游戏主播金军。金军你好。你好。今天来到上海这边，咱们要玩这个游戏是什么呀？今天我们玩的游戏是《绝地求生》PUBG。那你觉得在玩游戏的时候，这个游戏机里头最重要的功能应该是什么？我觉得玩这个就是玩《绝地求生》啊这些游戏，最重要的是这个音效。因为音效特别的重要，它在现实的话，它对应的就是我们人的耳朵。那人的耳朵非常重要，可以听清楚敌人以及这些环境变化的声音，会让我们深受其境，会有更好的游戏体验。你有没有就是玩过游戏的时候没有音响？有过。那是什么感觉？就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对啊，就这边来的人你也听不见，是不是？对。那是你觉得最重要的是音频。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玩游戏的呀？几岁开始玩游戏？我是从8岁开始玩的。你怎么发现你特别喜欢？因为当时我们算是比较有钱的，有一台电脑然后在网上无意中接触到了一些游戏，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越玩越上瘾。但是你现在玩的又上瘾，而且还当一个游戏主播，你爸爸妈妈说过吗？你怎么不学习呀？你为什么还玩游戏啊？我爸妈是比较开放的，一开始呢，他们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想法，就怎么不好好学习，天天就在玩电脑，抱着电脑玩。那当然后面的话，我自己也有努力，要去通过我从网络主播这个行业赚到的钱，以及去学习了更多的东西，然后就是让家里面人对我刮目相看，我也做出了成绩，回报了他们。他们是不是没有想过你自己能挣钱玩游戏？是不是？是因为他们觉得玩游戏嘛，很多家长其实都认为玩游戏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就没有前途，不如好好考个公务员。大概你一周要玩游戏多长时间？是以前还是现在？现在的。现在的话，我平均一天玩18小时，一周的话几乎全天都在玩。一天玩18个小时，那什么时候睡觉啊？玩完18个小时就睡觉，睡起来继续玩。是一边玩一边吃吗？还是就是？OK， 好。你还记得你第一个就是你觉得特别上瘾的时候，那是什么玩？哪个游戏啊？第一次玩的话，就是08年玩的腾讯代理的《穿越火线》。有个英文名字吗 ？Crossfire。为什么那么上瘾？因为当时第一次接触射击游戏就感觉很震撼，因为当时年代的话，这种游戏真的第一次接触就感觉，哇，有枪可以跟别人拿枪互打这种游戏真的就感觉当时的看法来觉得就是这个游戏哇好真实啊，每天就冬天的时候也很冷。然后就穿了一个很薄的衣服，真的缩着在那玩，感觉真的很上瘾。你觉得你要一天能玩18个小时的游戏，你有没有是做梦的时候也是在玩游戏啊？有过，我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是一直在练习游戏的这些技巧。为了往职业选手方向走，然后我会不停的去练习，然后当时是1个月，每天有很长时间的去练习了很累，然后每天累了也就跟每天工作上下班一样很忙，然后又很累，然后当我睡觉以后，有时候就真的特别累，大脑在沉睡，有做梦到我在跳伞，我捡到真枪，那恐怖啊！跳伞。对啊，我还梦到有人把我杀了。然后还好你醒了，你想没人没有。那你还说练习，其实玩游戏跟当个运动员差不多，是不是？对。你怎么练习呀？
举重？举重不可能，对手臂太累了。还有什么练习法？就比如说我们玩射击游戏啊之类的游戏，它最主要的是练习一个鼠标的掌控能力。你就是相当于现实的枪械。你打得越久，它的精准度越高，然后呢，稳定性也越高，不会说像第一次开枪，叭，枪飞了。对，我们可以鼠标练得很久，练得特别稳。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敌人在左侧，他突然偷袭我，我没有看到他，我的反应只要够快，我能瞬间把他的头给打断。这反应特别快。对，然后还有就是手指的灵活度练习。大脑的一个反应，这些东西需要现实的去辅助练习，光打游戏其实没有什么用。你弹钢琴吗？我不弹。我看你的手就跟弹钢琴一样，是吧？我小时候弹钢琴，现在不会了。要不然呢？那今天我们开始之前，你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啊？开始的话，我会戴好我的耳机，坐在那里，然后准备游戏进去。深呼吸吗？不用，我没有那么紧张。好吧，我都那么紧张了。不是世界联赛就不是很紧张啊，是。然后就启动游戏进去，然后等待时间进入游戏，然后开始稍微会专注一点，然后眼睛开始四处张望，去看哪里有敌人，然后过去就很简单的就把他们杀了。很简单的把他们杀了。那好，我不打扰你了，你去准备去了，谢谢金军。